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吃饭了吗？还不够，没有放心。哇塞！这也是我们的奶香龙虾吗？是我的生日。这要3个人才能呢。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小龙虾鱼。哎，我没有看过黄金山竹。我也没看过，我的脸是都是水吗？它长得好像琵琶哦。哦，夸张哦，没有夸张。不够，这个。你这个水量要带的够多哎。叫它出来啊！出来。抓吧。刘德华都见过，榴莲你还没遇到过。你没看到这个啊？哇，那边抠刀啊！它是稍微比较有点粘稠的芒果。这么好吃。很有茶。车丢了。我们现在对话，没有画面的话很奇怪啦。拜托，请大家帮我上画面。话说走访台湾多年，我发现台湾人的 DNA 常有一个反骨的个性，叫你往东偏要往西，哪里困难哪里走。也是因为这样的个性啊，才能够缔造与众不同、想都没想过众所皆知的小龙虾。经过台湾人的研发，竟然会有奶香味，这到底是都市传说还是真有其事？得一探究竟才直接分享。因为你这样迈退缺水那种，啊，不能带过去的游泳哦，丢，我低调啊，要用月球漫步，放置一个晚上，它自己会进网，一个人一起玩。所以现在你把它放掉吗？没有，我们要收拢。来，你套，用劲你套。哇！对，你就用力啦，用啦，用力啦，开网，打开吗？可以打开。哇！我可以看看吗？等是有很多，你看到吗？它会咬我？哎，不会动啊。这边，哇！好健康哦。对呀。好弹跳哦。哇！它会咬我啊。原来是养澳洲龙虾，因为我之前做餐饮，餐饮业的。我想要让食安的东西，要让一些。吃虾子不是有人会过敏吗？哦，有人会过敏啊，肠胃过敏啊。对。所以我这3年在花钱在改良它的肉质。是。所以澳洲小龙虾才会改成养生奶香龙虾。哦，养生哦。所以你有个养生2个字有对吗？这个我们在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有注册专利。是。你怎么走那么快啦？习惯哦，没有办法这样乱挤啊。用滑的怎么会那么快？我觉得底下很多东西呢。对啊，滑习惯就好了。这也是我们的奶香龙虾吗？对，是，这里面都是奶香龙虾。可是为什么这么大只？它因为内面大细只拢有啦。来，我来比一下好啊，我来试一下比一下好啊。好啊，再等哦，你把它整个这样拉起来。哦，这么大只。这个，你把它整个这样拉起来。哦，有，这是小只。怎么办？你不要动它，你动它反而痛，你手放开。碰水。好，它就走开了。这么浅，你跟我说碰水？那我想看你流血啊。哎，你挑到一只螯算很粗的耶。哦，等还有大只的来，先放没关系。这只小心，这只千万不要被它夹到。小心哦。这个还有大，等还有大只。我想比一下。好，来，我帮你拉起来。把它拉起来，网子拉起来。我会怕了。哦，不要算了，我会怕了。放弃了，很痛。真的很痛，我之前打针都还是打开喉咙的。是哦。简单来说，奶香龙虾就是台湾品牌澳洲小龙虾的升级版。季哥希望不止名字吸睛，更能够吃得安心。这么大要养多久？一般差不多3个多月。
为什么一样是3个月，大小会差那么多啊？里面有母的，像这只你看哦，这只就是母的。你怎么眼睛这么累啊？它会爆蛋。对。啊，所以说它下面会有虾宝宝，所以它长大的顺序会不一样。那它是不是不能吃啊？要把它放回去？你可以吃啊，那一颗蛋5000块，你试试看。一颗蛋5000块啊！你刚不是说你是我朋友吗？这时候就要算钱。对，因为蛋经过了6个月以内，它会变成大虾。大虾如果它是母虾的话，它会爆多少蛋？所以它的价值就会出来。这水有够凉的啦。这个水真的好干净哦，你知道吗？水好干净，很想游泳，对不对？好想下去，好想潜水哦。这种泡沫，真的吗？哇，这太多了吧？那季哥，你帮我们拉好。我问你，你前进点，我拉喽。好，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小龙虾鱼。可以吃饭了吗？还不够啊，没有饭吃。我也没吃那么多，我只要3只就好。然后上面这个，就我一餐3只就可以了，不用那么多了。来。哇塞！哇！等一下，我用抱的，小心，它会咬人。咬你哦。那个，你小心。季哥，你都不帮忙了呀？我在看好戏啊。不要垮。你要给我换一你帮我拉。帮我拉开。来了，这要3个人才能呢。哇塞！要让大家看我们的2头肌都出来了。你好像故意拉很慢呢。哇塞！出来吧！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有多少。哇！你要不要从上要满的？好多！哇塞！这应该有500只哦，好多！哇！跟着收虾龙才知道，这简直是体力活啊！光收一个虾池啊，我跟李毅早就疲累了呀啦，更别提平常出货了。季哥跟大嫂收完全部的虾池啊，简直累翻了，而且耗体力啊！这只能算基本款，后面的工作更耗神。抬一个脚就好了。画上去。我这边呢？这边等等，我要开始要用的。完了。你选对位置了。它这个就是公的，它的脚，这2只让大家看一下好了。一个是公的啊，这个是母的。对，红色是要吃的，对，它蓝色的就是要放回去。对，像这个就是脱壳虾。什么叫脱壳虾？我手扶着，你摸。它比较软。它刚脱完壳。软的哈。软的。这个放在食指里面，它就跑了，你试试看。那它是什么时候会脱壳？这个也是受到刺激，水流刺激、网子刺激，它都会脱壳。好。这个虾跑掉了。这个蛋有没有看到没？它有黑头出来。为什么？小虾子啊。它快要，差不多在1个礼拜就孵化了，所以它会有眼睛出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好酷哦。你真的完蛋啊！在把妹了啦？没有把妹，你一直抓虾咬我，让我抓虾，不要咬我，让我把男的吗？你在把妹？对呀，对呀。我们就算它一池500只龙虾好了，这10池算下来，少说也有5000只啊，全靠人工挑选。人家是1个打10个，我们这里是1人抵万军啊，难怪季哥会说啊，连做梦都在挑龙虾。哇塞！换我喽！这都是我们自己抓上来的。刚刚在岸边已经第1阶段的筛选完了。对，上来再细筛。
要细筛。这个如果有我们筛选完还这么多。对啊我们刚到了，拿掉超多哎，至少1半哎。这个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不要看，真的。你迄间差不多像这板头的无吼，这差不多，这个差不多8只斤的，8只斤，比这个8只以上比较大的。大概比一个手掌大了。对，像这样子。比一下好了。像这样子大的挑起来。哦。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在害我？不要夹我。啊，这种小只的怎么办？这个真的要做干锅的，干锅熟食的哈的差不多喜欢呢。一般呐，是咱呢做餐饮呢，他们需要就是支数要多，他们摆盘起来还好看。做餐厅要的差不多就15只斤上下。15只斤上下。一斤超15只呢啦。不用到很大。你若像这样咧伤大只，一斤才4只、4、5只尔，摆起不好看。对。量多，看起来丰盛。所以会依不同的店家给他不同的货就对了。对。来，这只差不多。等下你不要讲，我来。这只几只斤？差不多7只斤。你变故啦！你个我动作安尼像，无啦，这只差不多，对了，差不多7只斤。你很棒。有没有啊？就跟你说啊，我们很认真的在学吧。毕竟每只龙虾呢，从饲料挑选到研发改良，都是季哥投入一生悬命的态度，才能够换来这一桌美味好料。皮肤很白是不是？可以有照片吗？我拿超白，真的假的？3、4年前就很白。是养龙虾变黑的吗？对啊。哦。开垦开垦都很辛苦。是。这里是等于每天要做20个小时。真的假的？你们走的每一块路，做的每一个地都是一个。因为我对你人比较有兴趣，对虾没什么兴趣。一点。都是人力，这没有办法机械的。来，这是你。是整容这时候很少年呢，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养龙虾多辛苦。谢谢。那我们从哪一个口味开始？我先教你们，我们先从龙虾，我有好多问题要问。我们先从清淡的开始好了。清淡的是原味。好漂亮哦，好完整哦。对呀，我每次剥虾都剥得烂的。因为防疫期间啊，自己剥自己吃。哎呦，少来哦你哦，好吃，少来那边装恩爱哦你哦。镜头前恩爱哦，虾膏，有没有整只的很漂亮，红色的。那我要先吃喽。Made in 台湾的奶香龙虾，对。每次看他吃东西就觉得好好吃哦。虾子好甜哦。你吃它原味，它是本身的甜度是不是够？它本身有一股香气，然后它的甜度蛮甜的耶，这个虾。是。肉质呢？肉质很 Q。肉质很 Q。这个虾的口感好好吃哦。然后肉又很肥厚。很肥厚的感觉。很肥厚。肉量很多，不会让你觉得吃起来有奶香吗？有奶香吗？香味在。香味为什么会有香味？因为这个我们用高山水果的酵素是跟进口的活菌去调制出来的饲料是就像我们那鱼呀，无锅鱼你搞对是无锅鱼嘛。但如果它经过了我们好的水质、好的饲料去养成、去改良，它就变成台湾鲷了。升级版了嘛，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用好的饲料，好的水质，去不惜成本把它培养改变它的肉质。所以它本身的肉质会比一般龙虾的肉质。刚刚有讲说，你说给他们吃的是水果酵素，对，然后也是水果酵素里面，因为水果酵素有上千种，但是你们的水果酵素是比较顶级的水果酵素，对不对？对。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它会比较会有那个奶，也不是说奶香味，像是果香味。有一股香味在，然后甜香的。我会喽。这个吃原味完全不要沾酱，你沾酱你就破坏掉它最原始的那个口味在。这个就是我说1瓶8000块的，哇塞，酵素好香，我看。这个是高山水果香哦，酿出来原味的东西。是人在喝的。人在喝的，那我们直接喝啊？没有，
我们会倒进饲料里面拌搅给龙虾吃的。龙虾假的。对，难怪你说饲料什么1瓶1万块，这个人真的可以吃，对啦。疫情关系什么，我们都是吃的。好香哦，它有很，我怎么讲哦？这个味道它有点香香的，又有点甜甜的感觉。它闻起来有一点点像水果的味道，可是不是那种发酵味，它是很像果醋。对，就是果醋，有点像。我们的龙虾就是吃这个东西。所以你吃龙虾会有淡淡的那一种果香味。我想到它很像我们在吃那个柑橘类，柑橘类的皮，柑橘类的皮是柠檬啊，或是香橙的那种维他命 C， 对，维他命 C。你说这个维他命 C 比一般的多几倍？30倍。这夏天加冰块好好喝哦。请问这餐饮我想找一个食材是啊，就吃健康又安全的，食安很重要。没有人可以看我的食材。现在我自己在制造食材的人呢，那我是想自己制造出一个顶级的食材。所以我就一直在研发。既然吃，就是要吃健康。对。从一开始对奶香龙虾的好奇，到发现它是台湾制造，甚至了解背后的创业故事，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这就是台湾人敢冲的精神。而且这股冲劲呢，不仅开启了全新商机，就连夜冲都要玩得跟别人不一样。公开一个东西，就是对外完全没有公开过，也是电视台没有公开过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陷阱。那我俗称这个叫订书机抓法。这个吗？所以这个就是抓蟋蟀的工具。对。还有一个这个，对，像回纹针的订书机的东西。它要进去，它要关起来了，跑不了了，因为它要推土。对。它要推土。它会一直推啊，然后这里有一个洞，为什么有一个洞？你知道吗？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它那月光有没有会照进去会比较集中，它会一直推土，推土推到最后它会自己跑上去，对，然后这个再抓是100%的。那我今天没抓到，我不走哦。绝对抓得到，抓不到我这个生吞。我等你生吞。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最简单的，也是大家都会的，就用茶水，然后就灌水。然后灌水它会跑出来嘛？对。跑出来的时候它会啪啪的，它不会是嘣跳出来，它在那么探头探脑。好，不会碎碎的。然后你用这个把它截后路。截后路之后它就出来了。这种方式是累死的方式。累死的。一直灌。传统。对。我说李毅呀，你也太不够意思啦！偷跑夜冲都不揪的啦！而且灌斗糕一般都是形容口渴的时候才会用到的词汇呢。没想到还真的有歧视呢。很容易找哦，可是一般的草地都容易这样找。没有。现在这里来。这好快哦！这个一堆土的这个。来，我跟你讲这一只一定在里面，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土的颜色不一样？这个里面比较深，然后外面比较浅。大家可以看到，淡。对。然后一样，把它剥掉。所以这只是里面已经确定有蟋蟀的。一定有的。然后我先试一下动这个，这样动在这边。好，是这样写的。对。都冒出来了。所以它其实土上面土没有很深。对，我们要利用我们灵活的让手指。没问题。然后这样子吗？错了。这样子。你要这样。好。因为你。它要进去。没有，你如果刚才要这样插，它就会倒下去了。订书机倒的。你一定要这样，要这样插，订书机才是正的。好，所以插之前要先看订书机。对。这样子，那我就这样斜的。用力把它插一下。这样。对。然后不用太深，这样就 OK。然后尽量不要太直。好，再斜一点。对。然后等下就来收成。对。但是有我倒啦。吹丢了。这。你要插。
我们现在对话没有画面的话很奇怪啊。要播啊！拜托，请大家帮我上画面。喂，我们是优质节目，不是幼稚节目，大家不要歪楼啊，正经一点。话说啊，这招订书机捕蟋蟀呢，可说是江湖最速凶器，快很准的程度，相较于传统的灌斗高，简直天壤之别。你看这个洞很明了哦。很明显，想当然一定就是把水倒进去就好了。对。应该不用任何东西。然后灌得到灌不到就人品的问题了。好啊，没问题，我要倒喽。哇，它里面很深哎，洞很深哎，我加超多水的。啊，不够，再来。哇塞，你这个水量要带的够多哎。出来了！我没有看过黄金山竹，我也没看过，我只知道有紫色。哎，你正前方那个是不是？它长得好像琵琶哦。哇，很夸张哦。没有夸张，不然我拿一颗给你们吃。就超好吃的。可是刚开始很酸，超好吃哎。可是刚开始是不是很酸？不会啊，很下，你没有下的感觉吗？你试试看这颗，搞不好你这样是害我们呢。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你这个水量要带的够多哎。出来了，走快！抓嘛！无聊死了，你很烦，你无聊，你要抓这个，我看怎么抓啊！我人生没抓过蟋蟀。这又不是嘎抓，又不是蟑螂，你怕什么？这样。它脚刺的，脚是刺的哦，直接这样就好了。这超好吃的，你看，不一不压。它脚刺的耶。对，它要踢啊。哦，它后腿超级有力，我刚刚抓的时候，它整个大踢我了。对，然后现在是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最大的时候，给你啦。我真的要抓它！你把水掉。结在那边结。好，我可以抓。你看人品不错呢哈，第一个动作有了。抓蟋蟀，抓到了。没有人吓我就可以非常好的抓到。然后我们抓到之后没有这个洞，因为我们就把它开掉。会有新的蟋蟀是不是？不是，我们不会重复再灌到，因为我怕你智商不足，灌过来才在那边灌。做记号啦，然后一直灌同一个洞啦，结果什么都没蟋蟀。对，好。在哪里啊？洞呢？那就灌它水，它就会找洞钻啊。慢慢的。所以我刚刚运气算很好，第一个洞就中。基本上是运气好了，人品算好了。是不是？我是输嘛。你小刚还好。我不是小刚，人品应该不错。这个洞真的很深，你看我水量，你不多带一点水来，你真的抓不到几只哎。这个传统的方法会比较累一点。比较累，比较。不是每个洞它灌它会出来，有些蟋蟀它就是很固执，有没有？对，那不可以这样。来，这样它要出来不出来的时候，对，截它后路。哦，这样就退不下去了。对，拿头到这边。对。好。然后嘞？然后给它叫它出来啊。出来哦！它就慢慢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抓。他腿真的很粗，他刚踹我踹超。没有，这一只比较小只，它这一只它弱虫。有。那个鸡等的多啊。好。你就抓它就那边。好。这边了。来，抓到了。我想要抢它都不行，是不是？两个洞都有气尬。人品100分。这小刚让你没地方讲。哎呦，果然是第一等的女神哦，人品大爆发，随便出手啊就百发百中。师哥说呢，这要是运气不好啊，不会找洞，灌上3天3夜啊，都不见得有收获。到底女神魅力能否年终自摸，就要看手气旺不旺了。
拉出来，直接拉出来吗？对，不用任何技巧。不用了，就这样。哦，还出不来。这样。哦，有呢。有啦。里面我看一下，这应该比较明显。相信专业好不好？这里面有个这么容易，直接输赢的啦。有吗？有啦，他土推过来了。哦。他有推土出来没有？嗯。哦。哎，更大，粗粗的啦。超大的。这一只，这一个拇指，这只好大哦！天。哦，它这个真的没看过。推土出来之后，它就是会进去陷阱。它水里面会有一点土。对啊，你看土是湿的啊。是，因为它把里面的推出来了。新土啊，那个新头吧。好，我要放进去了。OK。你骂脏话对不对？没有啊，为什么有吗？竟然没掉进去，怎么这样啊？哎呦，你怎么进不去啊？哎呦，哦，你太大。你干呀？怎么进不？它好大只，看起来好像蟑螂哦。老实说以你又爱又怕的进度来看想吃蟋蟀料理可能得等上1个礼拜才有结果啊。幸好四哥团队力挺相助，出动高手围捕，甚至派出大厨助阵，让隐藏版的农村美味重现江湖。蟋蟀是炸蟋蟀没错吧？对，我们炸蟋蟀的话，我们是今天要做的话，我们就做成2道菜，还可以做2道菜。哎，我们一道就是比较传统式的，就是在市面上，甚至说是夜市都有人在卖的，是比较基本的，就是把它的内脏还有它的那个后脚，因为它的后脚的话，它是会有刺，对，我们就把它修剪掉。再来就是把它的内脏，我们把它取出来之后，还有它那个翅膀，我们都把它修剪完，是，然后用盐水，食盐水，我们就是把它清洗过后，另外准备这个比较普遍的就是地瓜，增加了它的香气、口感，还有口感。它算功夫菜对，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么简单，抓了就抓，不像说我们在西边说抓那个西虾回来，水洗一洗就直接掉锅炸，这跟不一样，慢慢的塞进去。对，因为它皮其实是软的耶，我以为它的壳是整个硬的。我们内脏取出来之后，它等于说变成说它只是一层膜。对，你看它变一层膜，它其实是软的。对。你要使一点力和旋转才有办法放进去。蟋蟀料理从清理到加工搞刚的程度真的是颠覆大家的想象。尤其透过大厨的巧手变出蛋酥蜂巢蟋蟀和蟋蟀地瓜切不仅一饱眼福，味道更让人好奇哦。杏桃哥炸起来的时候，在面有够漂亮，有够香，像艺术品，然后那个香味很足。沾多一点，好，那这样沾多一点。他说这叫甜妇罗酱。对，吃。看蟋蟀在这边一整块，一整个。如何？你完全不觉得它是蟋蟀？这道料理呢？就是要做酥上加酥，因为蟋蟀本身已经很酥了，对，它的酥跟蛋酥不一样，你可以吃到有一点点微微的脆脆的部分，对，会烤，然后外面的那个蛋酥呢是那种卡兹，非常的清脆的，而且是有那个嚼劲的哦，对，你就是它是有口感，你是需要一点咀嚼的，然后外面的酥呢可能一下子就结束了，可是你越咀嚼就是那个蟋蟀。它这道料理就是完全可以叫酥上加酥，好好吃。然后整个香味就是从鼻子灌进去，这样。一点点香味，它不是那种蟋蟀的味道。你如果没有跟你讲的话，你完全不会觉得里面有蟋蟀。对。它一点点杂质和一点点其他的怪味都没有，它就非常的清脆的那种口感。好吃哦。很好吃，这个很好吃哎！你每次带我吃的都好好吃哦。找对人嘛。真的耶。
有那个果粉的，吃起来又不一样。你吃看看，这样子看很像鹅啊酥，超香的。好，然后这个不用沾，它是椰子酥的。对，它吸出来有一个香味。对，我必须再给大家看一看这蟋蟀的腿有多壮，像鸡腿，它的腿很大，像鸡腿一样。好，我直接吃了。如何？跟在国外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哇，好酥哦！它吃起来的感觉很像西虾，就是带壳的，然后果粉下去炸，口感很像，因为它有壳的关系。可是你越嚼呢，那个甜味就出来了，地瓜的甜味，来自地瓜，那个地瓜的香气跟甜味就会慢慢的散发，然后最后是充满在你的嘴巴。它这个加地瓜很好吃哎，这是最传统的料理方式啦。所以基本上其他地方也会这样加地瓜，地瓜啦，蒜头。这道料理除了是农业生活的写照，更是4、5年级的回忆。不得不佩服台湾人的巧思，不仅发挥在餐桌上，号称水果之王的我们，更把不可能化为可能。WTO 的小施有说过，台湾是水果之王，但是台湾没有山竹。我今天有点生气。他是用一种呛虾的态度在讲。我希望小施还有小慧可以好好看这一集。台湾其实有山竹。我们这一集会@他们的粉丝专页，然后让他们看看台湾应该有山竹吧。老板 Q 我们来这边，应该代表是有的吧。而且我们摘山竹的那个道具很厉害。对。就是这个像标枪一样。这个就是在民间最凶的凶器，而且是老板自制的凶器。地沟加上光泉鲜乳。没错，台湾因为冬天太冷了，种植困难，加上失败率极高，所以这款盛产于南洋的果后山竹啊，迟迟无法在台湾落地生根。加上先前因为果实蝇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禁止新鲜山竹来台，所以呢，这果后的美味啊，曾经断层消失几10年。虽然现今已经开放了进口，但是能够亲眼见证土生土长的山竹，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还是我爬上去？你上去，我帮你拿。那我这边给你看。哇塞，我眼睛是有问题吗？看清楚哦，长这个样子就对了。好，小心哦。有没有？哎，那你的我有看到绿色的，绿色不能拿，紫色的，绿色不能拿。我看到了，各位，这颗，哎呦喂，这颗，哦，小心，这颗，真的，这颗好像有微绿。哎，照片来比一下看可不可以？不行，应该也不太熟，这还没熟。我们要找到很熟的。它这一面熟，可另外一面还没熟。对，那代表这棵树山竹树，我绕一圈看一下。还是它越高越熟？我讲什么话？越高越熟。哦，所以它不见得是要高的。很紫，哎，这个。好。很紫嘞。就这颗了，等下比一下。它美呆。哎，上面还有一颗啊！对，双胞胎。这还不够吗？这够了吧？没有，它上面有水珠，我不小心把它拿下来了。哎，不够也没办法。没有摘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摘，因为微风一碰就下来了。那既然这样子，我要摘喽。其实那是用拿的，不用摘。哎，它好拿哦。它感觉很像变了形的茄子。它里面肉，然后1人1半这样子。有了。对。是熟的，它应该是熟的，没错。哦。可爱，很像蒜头。萨瓦迪卡，老师，大声说这什么？山竹。刚才说台湾没有了哈。你没吃过山竹吗？应该有吧，只是忘记那个味道。我想起来，我吃过。吃过哈。好吃，真的很好吃。怎么好像比泰国好吃？香气味浓厚。它有点甜，有一点点酸的感觉。发现它的肉吃起来是有点脆感的感觉，水脆的感觉。我要再去找一颗来吃。你们拍它，我要再找。哇！没有，
哦，它这里还可以吃。确定？这一面。太深了。落地3秒可以下肚。对。我的蚂蚁都吃了，请问我掉地上的山竹有什么？更何况是农地山竹。我不敢。来用树叶洗手。皮很少哎。它比较脆，我记得我以前吃的会再软一点点，它这个比较脆，然后它水分很多，它吃下去很像有点吃柚子的那种水分，它这样一咬下，而且是脆的耶。一咬下去，水分是这样子冒出来的，它水好多哦。有吗？也好像有哦。有吗？呀，有嘿！哇塞！哦呦！所以台湾没有山竹已经是传说了，我们已经打破这个迷思跟这传说了。原来台湾是哇，这颗漂亮，哦，这颗很熟的刚刚好。完整的，哦呀，完整的一颗，好像在喝果汁一样，好多水分，它有点像水梨，但比水梨的水分更多一点。哎，这一生中啊，刘德华都见过，榴莲蜜还没遇到过。长得好像菠萝蜜哦。你那刚刚这个啊，哇，那边偷刀啊，迄粒会慢一啦，梨呀。这里比较平，啊，这里比较尖，它是尖尖的。对的，等于采榴莲蜜摸它屁股就对了。它怎么好像榴莲？它怎么是榴莲啊？它是稍微比较有点粘稠的芒果，就是我跟你讲，我们吃芒果。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台湾没有山竹已经是传说了，我们已经打破这个迷思跟这传说了。原来台湾是哇，这颗漂亮，哦，这颗很熟的刚刚好，完整的，哦呀，完整的一颗，哇，这颗应该不错，好像在喝果汁一样，好多水分，它有点像水梨，但比水梨的水分更多一点。没错，就是这个甜脆销魂的滋味，只要尝上一口，立马就有出国的错觉。更别提到这一款黄金山竹挑逗的程度，深深爱上它的。我没有看过黄金山竹，我也没看过，我只知道有紫色。哎，你站前方那个是不是？这颗应该就是了啦。对，它长得好像枇杷哦，而且完全没有工具。哎呦，这边。对呀，好像枇杷。老板有跟我们说，你只要找越橘越好，那种深橘色的。深橘色。他说那个甜度是什么？酸是4%，甜度是6%，6比4是最 perfect 的。我拉下来，你来拿哈。好，你拿这个，你拿我这脸是都是水吗？我看你怎么弄，要这样投吗？这样很尖呢。还是要先咬掉一点。脆的。哇，好涩哦！真假？你说谁很涩？哦，好香哦，超香的！真假？哦，好香哦！哦，好香哦，好香哦！快点吃，快点！好香，好香！好险我没先。它涩到把我的口水全部吸干了。哦，有点不一样哎，它不是排列的那么漂亮。可是它的是不是长的？怎么样？你的脸色怪怪的。还没熟。很酸，很酸。哦。夸张哦，没有夸张，没有夸张，不然我拿一颗给你们吃，你说我们夸张？它味道，它很酸涩。你拍它，我去找。可是我觉得我吃感觉酸的成分比涩的成分多。我一定要拿一颗给你们吃。哎，它的酸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百香果的那种酸感。不是柠檬的酸感，对不对？我觉得那个大家都可能觉得我们太假了，我们给工作人员吃。对啊，
那个复兴啊，复兴来，复兴。拍表情就好了。来拍它。吃，它很香啊，吃。哎，哎，超好吃哎！可是刚开始是不是很酸？刚开始超好吃哎！可是刚开始是不是很酸？不会啊，很香，你没有香不香的感觉吗？你试试看这颗，搞不好你这样子害我们呢。会不会这颗比较好吃？会不会这颗比较好吃？有啦有啦。哎，这颗是不酸？我觉得不能这样酸，因为我们吃第一口之后很酸，第二口就不会酸了。这很好吃哎！就好像我们在吃柠檬的时候，我们第一口下去的时候会很酸，很像。可是当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那个感觉就没有了。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百香果，因为柠檬太刺激了。好吃。如果是这个山竹跟黄金山竹的话，我投黄金山竹一票，因为我喜欢黄金山竹，因为它的味道口味比较多层次。就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你会有涩涩的，然后有酸酸的，然后再是甜甜的。哎，我跟你们说，它的酸度会飙到那种。我们多拿一点，晚上放饭的时候可以来吃。多拿一点。然后等下先拿去屏东市卖，然后剩下卖个头不行啊，卖不能卖啦。连锁披萨店有榴莲披萨，这边有榴莲蜜披萨，很像在吃莲藕片的感觉，莲藕片，藕片或者是那个什么菱角的感觉，对不对？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雷电。多拿一点，晚上放饭的时候可以来吃。多拿一点，然后等下先拿去屏东市卖，然后剩下卖个头不行啊，卖不能卖啦。卖哦。这款原产于玻利维亚的黄金山竹，金色果皮可以泡茶，雪白果肉，口感像雪绵一般。果农呢克服了气候和环境的条件，让这一群新住民可以在台湾发芽，开启全新实力。这一生中啊，刘德华都见过，榴莲蜜还没遇到过。还没。蔡姐，所以这边整片都是榴莲蜜吗？对了。哎，大姐，你转弯爱讲。不好转弯呢。这边啊，放这边，放这边，放这边我才就拿得到这边的了。啊，我看到了，长得好像菠萝蜜哦。你那刚刚这个啊，挂那边偷刀啊。嘿，粒会慢一啦。哎呦，怎么看？你可以教我吗？哎，拿刀我帮你切吧。这个较近，这还有尖尖的，这个都还没有熟。底呀，底比较圆的啦。哦，对，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这里比较尖，平的啦。这里比较平，这里比较尖，还是尖的？对了，黑啦。等于采榴莲蜜摸它屁股就对了，它屁股要是光滑的，这个比较光滑，比较大啊。对，我卡起哩，它会冒白白的汁哎，有。哎，它好剪哦，还有粘液耶。简单来说，榴莲蜜跟菠萝蜜呢是亲戚，判断是否成熟呢，除了摸屁屁之外呢，还能透过特有的榴莲气味，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瓦斯味来决定。如果呢你是吃软不吃硬的爱好者，榴莲蜜一定很对味哦。火喽！怎么好像榴莲？它就是榴莲啊！它就是榴莲。等一下哦，那这个是，对不起，你不要跑，你过来干什么？你先靠近，我没办法再狼人，再过来。好吃啊！真好吃！真假的？真的？还是什么味道？它是稍微比较有点粘稠的芒果。就是我跟你讲，我们吃芒果吃到最后的时候，它就是有那个籽嘛。对。它这个籽包在中间，就有点那种感觉。你说口感吗？口感是像芒果，但它的味道是真的就是榴莲。哎，其实它味道近闻没那么强烈。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把它当美食节目，你知道美食节目这一趴大概要10分钟。没有，你们等我一下。他们说了。啦，它吃起来没有榴莲味道那么强烈，然后它感觉有一层蜜在上面，而且你咀嚼到后面真的是很像芒果，它有一股
股芒果的味道。有一些榴莲蜜是打成泥，配种子放在里面做一些酱料的部分。比较完整的话，我是放在上面。连锁披萨店有榴莲披萨，这边有榴莲蜜披萨，很像在吃莲藕片的感觉，藕片，或者是那个什么菱角的感觉，对。网络版的有英文哦，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店。俗话说得好，想要了解一个地方的生活，透过饮食呢是最快的方法啦。创意十足的榴莲蜜披萨，土生土长的果后山竹，4、5年级的蟋蟀菜，还有台湾制造的奶香龙虾，唯有走进日常，亲自体验，你才会发现每一口滋味都是在地生活的风味。